假如把这些港口都当作潜在的海军基地，那真的可以把美国人吓到睡不着觉。美国情报机构要坚持自寻烦恼，就随他去好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商贸合作是光明正大的，我们当然要充满信心的走下去。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要去大西洋建立海军基地了，美国愿意自寻烦恼就随他去吧。中资企业确实承建了赤道几内亚巴塔港的扩建改建工程，早在2014年12月份就竣工了，到2019年底中国就投资或者是承建了101个海外港口项目。假如把这些港口都当作潜在的海军基地，那真的是可以把美国人吓得睡不着觉。前天美国华盛顿邮报忽然又爆料说，美国情报机构流出了一份秘密报告，说中国正在打算在赤道几内亚建设一个海军基地。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大西洋寻求军事存在，这可不得了那不是直接威胁美国的海权了吗？赤道几内亚位于非洲的西海岸，拥有丰富的近海石油资源，但是石油收入大部分流入了美国总统家族的腰包。总统家族和执政集团住在首都马拉博，但奇怪的是，这个马拉博并不在非洲大陆，而是在一个叫做比奥科岛的近海的岛屿上。而且这个比奥科岛离这个赤道几内亚本土很远，距离另外一个非洲国家卡麦隆倒是很近。为了让自己生活舒适赤道几内亚政府把马拉博是建设得很不错是个现代化的城市。而广大的赤道几内亚的人民就非常的贫困。这个赤道几内亚政府很重视海军建设，作为一个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它居然拥有一艘隐身护卫舰和一艘隐身巡逻艇。据说这是因为赤道几内亚政府自己就是政变上台，他们非常担心大陆上的军人和民众发动政变，跨海来推翻他们，所以就建立了一支规模很小但装备很不错的海军。上面这些都是赤道几内亚的内政，与中国无关。中国与这个国家之间还保持着不错的经贸关系。中国主要从赤道几内亚进口原油、原木，出口机电产品、钢铁制品等等。中资企业在赤道几内亚承建了一部分电力、交通、住房这样一些项目。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中国都没有在赤道几内亚修建海军基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个国家也不曾接纳过任何外国的军事存在，无论是美国、前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还是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如今都没有一兵一卒在赤道几内亚境内。中国在这里修建基地，支援和补给也非常的困难。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虽然距离祖国比较遥远，但毕竟是处在中欧航线上，有大量的中国货轮穿梭往来，用班轮运送给养和物资是非常的方便。海军亚丁湾的护航舰队也在附近活动，附近的埃及、沙特这些国家也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但是赤道几内亚就完全不同了，这里虽然也有一部分中国的货轮经过，但数量上是显然不如红海航线，而且解放军海军在非洲西海岸的活动也很少，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也不够。如果在这里建立海军基地，就成了一支规模很小的孤军，这是违背军事常识的。西方媒体掀起这种话题，无非是炒作罢了。就算我们真的需要在非洲西海岸建立军事基地，那么尼日利亚也比赤道几内亚更合适尼日利亚和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中国向尼日利亚出口过通信卫星、装甲战斗兵器和作战飞机。尼日利亚的海岸线更长，更适合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建造新的设施，何必去赤道几内亚找麻烦呢？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中国可能在赤道几内亚的巴塔港建立海军基地。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消息，中资企业确实承建了巴塔港的改建扩建工程。这个项目在2009年就已经动工，由中国路桥公司的总承包中交集团航道1局承建。1期和2期改扩建工程早在2014年12月份就竣工了。赤几政府一度曾经计划上马改扩建3期工程，但目前还没有新的消息。巴塔港建成之后，会成为这个国家重要的商业港口，但商港就是商港，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军事基地的。或许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建立港口就是为了驻军，然后帮助情报机构渗透、颠覆，建立傀儡政权之后方便
他的财团介入这个国家，疯狂的掠夺资源。至于公平商贸什么的，从来就不存在。按照报道的说法，美国正在全球采取行动，设法阻止中国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投送武力，其中包括柬埔寨和阿联酋。所以中资企业在全球承担港口建设以及运营工作，让美国的情报机构是身心俱疲呀。根据统计，到2019年底，中国就投资或者是承建了101个海外港口项目。假如把这些港口都当作潜在的海军基地，那真的可以把美国人吓到睡不着觉。美国情报机构要坚持自寻烦恼，就随他去好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商贸合作是光明正大的，我们当然要充满信心的走下去。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